奇葩虽然很多，但是好姑娘真的也有的是。山东的姑娘哈，96年的，身高1.65米，大学毕业就在北京工作了，长相很甜美爱笑的姑娘哈，性格特别好，她工作很努力，3-4年的时间，从一个小白做到了公司的管理，从她的朋友圈都不难看出，这个姑娘真的工作很认真。可惜呢，就是有点太偏重于工作了，这几年都忘了谈恋爱的事情。她说之前她也谈过哈，只不过呢，都是时间挺短的，好多时候都是因为对方觉得她工作太忙了，大家逐渐就冷淡了。现在家里边开始催她结婚了，她才想起来啊，到我这里看一看哈。想找一个踏实一点的男生，大他8岁以内都可以接受，身高170以上就行了。重点是男生必须比较上进，不介意男生在北京还没有买房，只要努力，他可以跟他一起买。这个方面啊，他不是很强求的，毕竟现在的经济也不是很景气嘛，北京的房子又那么贵，非要让自己在北京找一个已经有房子的，那可能又担心被人家看不上。现在北京单身女性用这么的多，这不就是在耽误自己的时间吗？他比较喜欢呢爱运动的男生，有上进心啊，正能量的就好了。如果现在谈恋爱啊，他也愿意多花一些时间在这个事情上，专注一点，希望能够在这里遇到他的有缘人。大家觉得他怎么样呢？到评论区留言讨论哦。87年的女士相亲到底有多崩溃？在北京哈，这样的女生太多了。她们刚来的时候呢，都会跟我说，哎呀，我找个能力强一点的喜欢条件好的外形条件呢顺眼一点的。结果见了几个这样之后，没有一个愿意跟他继续谈的。后来呢，他又会降低一些条件哈，可以不看眼缘了，条件呢跟自己差不多或者差一点的也行哈。但是他发现他虽然降了条件，但是仍然非常的难。遇到最多的呢，就是一些有点奇葩的男人，比如说奇葩的言论啦，奇葩的想法啦，奇葩的认知啊，甚至很奇怪的性格。他想遇到一个正常的都不太容易。那你知道你为什么要求一降再降了，仍然找不到对象呢？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你降低要求的速度永远赶不上你年龄增长的速度啊。大家说对不对？你完全想不到哈，在有钱人的眼里啊，这些姑娘是绝对不能娶回家做老婆的。这个是我前几天跟一个大佬聊天的时候呢，我才知道的。人家真的是哈人间清醒。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哈，他分析的到底对不对。第一类就是资料上写着喜欢打高尔夫球的，他认为呢，这种女生如果哈不是家庭条件特别好，比较清闲，喜欢这种运动的话，大部分一般普通女生喜欢玩这个运动的，其实都有一个原因，我就不细说了哈，懂的人都懂。第二种呢，就是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女生，这类女生啊，见过很多大佬级别的人，他们在工作当中会接触很多有钱的人，他会莫名其妙把自己摆放在这个阶层或者呢这个群体里，所以他们会找对象的时候把物质生活或者物质条件会放在第一位的，不管自己呢配不配。第三种啊，就是普通的家庭，收入也很一般的女生，你看她如果穿一身的名牌，拿的包也好几万，开的车也很贵，那这种女生啊也绝对不能要的。短则一下呢可能会考虑，娶回家呀就算了吧。最后一种哈，就是所有艺校的漂亮女生也一样，基本她不会娶。她说就一个字儿哈，丧。她是一个创一代嘛，40多岁了，离过一次婚，见过很多人，也非常了解人性。她的观念呢，我其实不止一次哈听到过同级别的大佬聊过，所以我觉得虽然不能全部一概而论，但是这个论述哈已经基本上代表了他们这个群体的普遍认知了，大家觉得是不是？今年的七夕哈可真是不一样了，朋友圈已经看不到什么晒礼物的人了。这一次不仅是赶上了消费降级，还碰上了舔狗经济崩盘。以前说什么男人负责赚钱养家，女人只负责貌美如花，爱你就得给你花啊。结果呢，男人们的钱包被掏空了，小仙女们呢心花怒放啊，就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样。但现在哈，惊人的一幕发生了，男人们竟然开窍了，不再做舔狗为女人花钱。有数据显示嘛，中国的游戏市场收入超过了3000亿啊，同比增长了13.95%。男士的美妆护肤市场在抖音上的销售额超过了1个亿，同比增长了235.37%。垂钓装备市场的规模在2022年达到了46个亿，同比增长了189%。2023年呢继续猛增，这个数据可是在消费降级的大环境下
今年我们整体社会的消费都在降级，但是男性的商品销售却逆势增长，看来是越来越多的男性终于觉醒了，不再为异性去花钱，而是开始取悦自己。不少网友都评论说，与其舔到最后一无所有，还不如带妈妈去旅个游，买个70寸的大电视买个游戏皮肤 AJ， 或者呢是好的渔具，洗个脚也不错呀，总比变成沉没成本来的舒心。以前女性都是小仙女男性都是臭屌丝，让女性觉得男性掏钱是理所当然的，从而就理直气壮的在享受这一切。这种捧杀让女性就迷失了自我呀，不自觉的她就提高了择偶要求。所以你们会看到在相亲节目现场有不少30岁以上的小仙女，她们都要求年薪20-30万以上身高还得1.8米。就这种畸形的择偶观，导致在短短的10几年时间里面，中国居然出现了1亿多剩女，真的是这样的。我想再次奉劝大家谈恋爱你一定要速战速决，特别是相亲认识的人。为什么呢？谈得越久越容易分手。如果2个人已经结婚了，真的不同，双方容易冷静下来嘛，大家再去解决问题。而没有结婚的人呢，一般都是从此错过。今天有个姑娘跟我说她感觉跟男朋友快分手了该怎么办？都谈了5个多月了我就问她，那你们推进到哪一步了呀？她说自己属于比较慢热的女孩如果没有什么感觉呢，就不想确定关系，也什么都不想做先处着看呗。而且自己家里的教育呢，也是属于比较传统保守的，所以呢，谈恋爱她是从来不会主动的，并且呢，自己也是拒绝婚前性行为的。所以到现在他们的约会呢，只局限于在一起玩看看电影，吃个饭，或者呢去运动运动，最多呢有个拥抱连接吻他都是比较抗拒的。那我就问他了男生有没有带你见过他的好哥们好兄弟，或者提出来见过家长他说朋友倒是见过几个见家长呢是提过的，但是自己拒绝了，那时候觉得还没啥感觉不太确定，所以就没去。就这样5个月了还没确定关系。男生之前呢跟他表白过一次他跟男生说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后来呢男生就再没有提过这事儿了。但是当这个女孩自己已经开始逐渐接纳这个男生，也有些喜欢他了的时候，对方的态度却已经越来越冷淡了。那我就跟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可能真的是要分手了，除非你现在主动去找他，改变一下你的相处方式或者呢是你跟他聊一聊，试一试，还可以自己跟他表白一下。结果他说他根本就做不到这么直白和主动。我说那你如果还希望他跟以前那样以你为中心可能不太容易了，因为每个人的付出和耐心都是有限的。你内心是喜欢他的，但是呢你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呢都是在拒绝他，那么对方只会认定你是不喜欢他的，他会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你仍然不喜欢他，那他为什么还要继续付出时间和精力呢？所以谈恋爱一定要速战速决除非你不想结婚，否则呢谈到3到6个月就可以推进结婚的事了。女生不要那么慢热了非得等到有了感觉才行。男生呢是没有那么大的耐心的我告诉你，但凡半年1年谈下来，你们2个的约会还停留在吃饭看电影聊天双方家里人朋友都没有深入的接触过了解过也没有谈婚论嫁的事儿也没有具体商量过什么细节，那你这个路子真的是走歪了就这么谈下去别说谈个半年1年的，就再给你2年3年的时间，都是在浪费时间。大家觉得是不是呢？你脑子进水了，你咋知道呢？为什么说现在只要女生一开口要东西这个恋爱就没法往下谈了，经常都会谈黄掉。有个95年的姑娘嘛她就过来给我吐槽嘛，她说呢去年她真的相了几十个男生，其中她也接触了7、8个，那每一次呢她都会试探性的让男生给自己买礼物转账她一直都认为呢在物质方面的付出是谈恋爱的时候对男生真诚度的一个试金石。有句话不是说嘛，男人的钱花在哪儿他的心就在哪儿。但是他就发现非常奇怪，每一次呢只要他不管是明示还是暗示的，这个关系就很难往前推进了。比如说有的男生直接就不跟他聊了还有把他拉黑的，还有的男生呢买完东西就想跟他确定关系，就想亲亲抱抱了。这个时候他一般都会觉得，那认识的时间才这么短吗？太快了吧，他自己都还没有感觉呢，怎么可能确定关系呢？所以他一般都会拒绝但是只要他不同意好像这个男生就不会再追他了。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现在谈个正经恋爱真的是这么难吗？你说现在男生到底是怎么想的？来，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吧。今天我来聊一个非常扎心的话题，为什么有些有钱的女孩在北京、上海她非常难找对象？那有钱它是分两种的，一种呢是家里有钱，一种呢是自己有钱。今天我们就先说一下家里有钱的女孩在北京、上海她为什么很难找对象呢？因为这两种女孩在北京、上海实在是太多了，全国有很多有钱家庭的女孩都在往北京、上海跑。小到一个村长一个国企的小领导，一个处级的干部，做生意的有一定规模的小老板，大到那种级别很高的官员，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等等但凡手上有几个钱的，咱不说几个亿就说那些3、5千万的这种家庭的女孩，有一半都在北京、上海，因为当地满足不了他们见世面的这些梦想但是北京、上海可以而且这种家庭的父母呢，也不指望自己的女儿能挣多少钱，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开心就好了。而跟他们一样的男孩呢，都在老家，不管是家里搞房地产的，还是开矿的，还是做机械加工的，儿子都在家里守夜呢。而女孩呢，只需要实现他们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爱与自由就可以了。所以他们都来到了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大城市，最终的结果就是父母有钱的那些女儿都在北京、上海，而男孩呢都在老家。全国各地有钱的女孩都往北京、上海跑，那他们呢又都想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男生，结果这种供需就严重的失衡了，所以他们是非常难找对象的。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大龄有钱的男生。来找我找对象的很多大龄有钱男生条件是真的好，他们当中呢也有很多人都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既要找一个温柔懂事的，又想找一个年轻漂亮的。那我就说吧，你只能选其一有很多40多岁离异有孩子资产过亿的大哥，想找一个25岁左右的。那么你觉得这个女生能图你什么呢？是吧？你自己也是从25岁这个年龄过来的嘛。你25岁的时候，你身边的一个女同学如果找一个40多岁的大哥，你觉得他图什么呢？你心里没数吗？怎么你自己成了大哥之后，你就想改变人性呢？即便你很有钱，你也只能在温柔懂事、年轻漂亮当中选一个。今天我来聊一个非常扎心的话题，为什么有些有钱的女孩在北京、上海她非常难找对象？那有钱它是分两种的，一种呢是家里有钱，一种呢是自己有钱。今天我们就先说一下家里有钱的女孩在北京、上海她为什么很难找对象呢？因为这两种女孩在北京、上海实在是太多了，全国有很多有钱家庭的女孩都在往北京、上海跑。小到一个村长一个国企的小领导，一个处级的干部，做生意的有一定规模的小老板，大到那种级别很高的官员，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等等但凡手上有几个钱的，咱不说几个亿就说那些3、5千万的这种家庭的女孩，有一半都在北京、上海，因为当地满足不了他们见世面的这些梦想但是北京、上海可以而且这种家庭的父母呢，也不指望自己的女儿能挣多少钱，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开心就好了。而跟他们一样的男孩呢，都在老家，不管是家里搞房地产的，还是开矿的，还是做机械加工的，儿子都在家里守夜呢。而女孩呢，只需要实现他们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爱与自由就可以了。所以他们都来到了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大城市，最终的结果就是父母有钱的那些女儿都在北京、上海，而男孩呢都在老家。全国各地有钱的女孩都往北京、上海跑，那他们呢又都想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男生，结果这种供需就严重的失衡了，所以他们是非常难找对象的。什么叫有眼不识泰山有些姑娘她来相亲嘛，明明见的是个富二代，但是她看人家穿了一件优衣库就怀疑对方根本就没啥钱，纯粹就是个骗子。还有些女生因为男生要跟她 AA， 就认为这个男生是个穷鬼，拿不出钱还要跟女生 AA。还有一些女生因为男生饭后打包看不起男生，她觉得这个男生就有点 low 嘛。其实这些男生才是被教育的很好的男孩，人家不物质，不攀比，懂得珍惜资源，低调行事，尊重女性。但是这些美德在有些女孩眼里那简直是，这是穷人才穿的衣服好不好？这是穷人才干的事儿好不好？但是实际上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他真的有不同的理解。有钱人真的不一定他就是靠这些来炫富的，就好像北京人炫富，人家会说走去我的四合院坐坐，在你看来这不就是几百年的破院子吗？有什么好稀罕的？广州人炫富说走吧陪我去收房租，贵州人炫富会说走咱俩去整2瓶茅台。
如果是你在相亲，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女生知道你是有钱的呢？我发现现在的女生她真的有很多幻觉，我今天必须得给你们泼冷水。以下的观点你检查一下是不是自己也有。幻觉一哈，男生比女生多了3000多万，你要是离开了我，那有大把的男人会追我的。我拜托，如果你是在农村，那我恭喜你，肯定是有大把的光棍会抢着要你的。但是如果你是在城市，那这个事儿就完全反过来了，那是一堆的女生在抢一个男生的局面，好吗？幻觉二，男人根本就离不开女人，没有女人他们一天都活不下去。可是据我观察到相亲市场来的80%都是女生，而且呢他们挤破头都要嫁出去。如果年龄大一点了还没有个男人都会被家里边催。这到底是谁离不开谁呀？幻觉三我要是实在找不到喜欢的人了，那我找一个有钱的嫁了算了。我真的是我都想笑你们，真的。你认为有钱的男人是很好找的吗？嫁个有钱人很容易吗？人家有钱人又不是没心没肺会娶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人家是有钱又不是有病。幻觉四只要我们发生了关系，他就会对我负责任，低下头哄我，不哄我那他就是承认自己是渣男了。小妹你真的是太天真了，都已经发生关系了，男人的目的都达到了，他怎么会来哄你呢？他来哄你的几率很小。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还能来哄你的话，那是真爱你的人，跟你们有没有发生那件事情没有关系幻觉五，我跟你离了婚，肯定会有比你更好的。我的天呀，你还真的是中毒中的太深了，这些毒鸡汤。你就看一看有多少未婚的女人她都找不到对象了，还别说你一个离异的女人，你还想找一个更好的，那你的竞争力是什么呀？人家优秀的男人图你啥吗？他不可能图你离过婚生过孩子还图你人老珠黄吧。你别跟我说你优秀那些优质的男人他找的是年轻貌美温柔贤惠你再优秀他也不一定看得上的，明白吗？今天这个相亲现场简直就成了战场了。要不是我及时赶到，这两个人绝对打起来了。这个男生呢实在是有点极端他直接呢就让这个女生下不来台。他是92年的，女孩呢是95年的，他俩都是北京人，两个人条件很匹配，门当户对的。见面的时候呢双方都很有眼缘，聊的呢也很开心。结果40分钟之后我就听到他们俩在屋里叽里哇啦的喊上了。我呢就推门进去看嘛，这俩人脸都涨红了，吵起来了。原来事情是这样子的快结束的时候，男生呢就问女生觉得自己怎么样，女生就说她挺好的，挺优秀的。那这呢确实也不假，然后女生也问他了，他也说女生挺好的。但是接下来他所问的问题就有点不靠谱了他问女生谈了几个男朋友，人家说没谈几个，大2的时候谈过一个男朋友。他接下来又问了一个问题，那你们同居了吗？女孩说没有然后呢他还继续问，那你现在还是处女吗？这姑娘被这么问就有些不高兴了，说你什么意思呀？我是不是处女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男生看到这个女生有些恼怒了他于是就继续说，你这么激动干什么？是与不是说完了就完了呗，还嚷嚷上了。女生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相亲有这么直接问人家隐私的吗？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什么人好不好？是不是有点过分了？难怪你相亲相了这么多年，你也没相到，你是活该的，知道吗？结果这个男生也不示弱了他说，怎么着，我还不能有自己的选择吗？我就是不能接受一个女人跟别的男人玩够了，然后呢找一个老实人结婚当接盘侠，还操控别人3代的财产，还要给你幽默的生活提供情绪价值，凭什么呀？反正我是不要这样的。大家觉得这个男生到底他是有病呢还是人间清醒呢？咱们不要再被那3000万男光棍的数据给骗了知不知道现在中国的女光棍数量已经突破1个亿了？这么多的女生还在做梦呢，还在挑挑拣拣，还在居高临下呢。他们认为相亲就是给男生一个追求自己的机会，找对象呢既要男人长得帅，还要男人有钱，既要男人有有趣的灵魂，还要男人有胸怀给他万般宠爱。谈恋爱呢天天就钻研着怎么让男人给他挥金如土怎么才能说3句话就把男人迷成智障如何才能让男人把她宠成小公主40岁的男人就已经叫油腻大叔了，可是40岁的女人呢却叫小仙女。小仙女们呢还天天做着梦，小仙女们还天天的梦想着白马王子高富帅从天而降。我都不想说了，过去不管有多少人追过你，不管有多少人跟你谈过恋爱，事实已经证明你确实失败了。
你败给了时间，也败给了现实，这就是被淘汰的结果。不管你有多么的优秀，有多么骄傲啊，你的结局啊就是有价无市啊，你必须降低标准了，你才有可能嫁出去，你们认可吗？